双腿瘫痪的第3年，夫君从塞外带回了个女子，我看见了弹幕。女配你就作吧，残疾了也没学乖，一天天乱发脾气，他也就只能现在嚣张了。男女主在战场上已经暗生情愫，等男主彻底厌恶他后，就是他的死期。到时候儿子也恨死了他，冷眼看着他被赶出将军府，烂死在乱葬岗，我们女主宝宝就能继承他的一切，过上美满的幸福生活。我手一抖，下意识看向那对父子俩，清一色的冷淡面。见我停下鞭子，两个人都皱眉看了过来，等着我接下来的怒骂。我缩了缩脖子，沈策，你不就是想纳妾吗？我同意了。空气安静了一瞬，沈策抬起头看向我，眼里有几分错愕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他这种人肯定舍不得让自己喜欢的女人做妾，于是我大度的摆了摆手。你想抬她做平妻也没关系，我都无所谓。林婉，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是想让皇帝问罪我，把军功也给夺走吗？我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弹幕又飘了出来。看吧，儿子现在厌恶他了，连1秒钟也不想跟他待在一起，活该！谁让女配做，硬生生耗掉了儿子的如沐之情。他就是想等男主纳了女主后，去皇帝面前闹，治男主的罪呗，别白费力气了。自从他腿瘫痪后，皇帝也受够了他易怒的性格。我抿紧了唇，亲哥厌烦我了。我知道，自从3年前顿时瘫痪，我的脾气就一天比一天差。我恨自己连如厕都不能自理，恨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别的女人靠近沈策，恨自己连打儿子都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去鞭子。所以我变得易怒，想要让所有人的目光都留在我身上。可我忘了，没有人能包容我所有的坏，连亲哥都不能，更何况是沈策和沈念婉。我看着面前这个8岁的孩童，可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我推着轮椅上前，想扶起他，还没碰到，沈念婉就冷淡地往后西行了几步，跟我拉开距离。他的手撑在地上，指节泛白，然后冷淡地起身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看来母亲没有别的事，儿子先去找老师温习功课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。经过门口时，我瞥见一抹粉色的裙角一闪而过，弹幕又热闹起来。女配还要缠着男主多久？女主还站在外面，迫不及待想跟男主约会呢。回京城的路上，他们2个共乘一个马车，什么该做的不该做的全弄了个遍。昨晚还抱在一起取暖了。我们女主宝宝就该吃这么好。我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。门口那个粉色身影是沈策带回来的女子，叫柳如烟。听说在战场上，她以军医身份随行，救了沈策3次。第3次的时候，沈策抱着她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，从此眼里再没有别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些年我的确太任性了，自己亲哥厌烦了我，几乎不管我，我腿又残了，只能靠别人照顾。弹幕说我的结局是被赶出将军府，烂死在乱葬岗。即便心里难过的要死，他已经在外面等很久了，你去吧。沈策表情一顿，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却什么也没说，站起来转身就走。门关上那一刻，我听见外面传来柳如烟轻柔的声音：将军，你没事吧？喂。我低头看着自己毫无知觉的双腿，忽然笑了，眼泪毫无征兆地砸到我手上。恐怕沈策早就忘了，8年前他曾策马跑遍大街小巷，告诉京城所有人，他此生只会娶我一个女人，又抢下边疆最纯白的兽毛，千里加急送回来，只因为我怕冷。过去8年，他给我了实实在在的爱，以至于当我坠马醒来，从太医口中得知我腿残废后，我第一时间不是哭，而是歇斯底里的发疯。那时候我以为沈策会无条件的包容我，可惜我错了。一个人的爱只有那么多，而爱又太脆弱了，什么都能消磨掉它。亲情是，爱情也是。3年歇斯底里的发疯，不仅是沈策，儿子也在我日复一日的怒骂声里厌烦我了。他不再跟我讲私塾里发生的趣事，也不再黏着我，要吃我做的桂花糕。我抬起头，眼泪越流越多。空旷的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压抑的哭声。林婉，你真做，好好的日子被你过成这样。我忍着心底的酸楚，再也不敢回忆从前。等平复好情绪后，我推着轮椅去找儿子，打算给他伤口上药。还没进去，就听见里头传来柳如烟轻柔的声音：你儿乖，忍一忍，马上就好了。我顿住，透过门缝，我看见柳如烟坐在床沿，正小心翼翼给我儿子上药。沈念婉乖乖趴着，一动不动，像极了母子俩。弹幕飘了出来，呜呜，女主宝宝好温柔，这才是亲妈该有的样子。儿子心里肯定很感动吧，从小到大，女配什么时候给他上过药？只会打他，就是女配配当妈吗？我攥紧了手里的药瓶。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蹙眉看着我，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药膏。你腿脚不便，就不要乱跑了。我忍下心里的委屈，我来给念儿上药。推着轮椅进了门。沈念婉听见我的声音，慢慢转过头来。母亲的手金贵，不是做这种事。弹幕又炸了，天哪，这还是人吗？这么小的孩子都下得去手，心疼死儿子了。女配真的该死啊！还好有女主宝宝在，
出征在外还惦记着给儿子带玩具回来呢，比亲妈强10000倍。我顺着弹幕看去，果然看见床头放着一个小木马，雕工精致，一看就不是京城的东西。沈念完冷淡地穿好衣服，从床上下来，他站在小木马前。母亲还有事吗？抬头看我，他眼神冷漠。沈策站在他身边，看我的眼神也很冷淡。我的心针扎般的痛，忙垂下眼，黯然离开。我推着轮椅回院，翻出箱底一个小木雕，这是5岁时亲哥亲手刻的。我还记得他举着我笑：“阿婉，哥哥永远陪着你。”我攥紧木雕，派人去宫里求见。许久，太监回禀：陛下政务繁忙，请公主改日，缺什么找内务府即可。我苦涩一笑，懂了。哥哥也厌烦我，不愿见我。入夜，我独自吃了几口晚膳。从前沈策出征归来，头几日必歇在我房里，可今夜等到3更，他都没来。弹幕飘过，别等了，男主在女主房里，人家正甜蜜，你凑什么热闹？能回府就不错了，还指望他睡你房里？我吹灭灯，睁着眼躺在黑暗里。没关系，他喜欢柳如烟，很正常。睡到一半，被一声惊醒，下意识缩了缩身子。从小到大，我最怕打雷。小时候有哥哥护着我，嫁人后有沈策护着我，可今天门被猛地推开，沈策大步进来，神色慌乱，看见缩在床角的我，他快坐下揽我入怀。别怕，我在。我贴着他的胸口，他练得深吸一口气，还没开口挽留，他就松开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柳如烟那边还需要我。弹幕立刻刷屏，不过是责任罢了。男主早不爱他了，走了，回去陪女主宝宝。门关上，雷声依旧。我看着窗外接连闪过的闪电，想起弹幕说的烂死乱葬岗的结局，攥紧被角下定了决心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让丫鬟请来镖局，不是送物，是送人。前半生困在深宫和将军府，颓废了更是寸步难行。可我宁愿死在路上，也不愿烂死在这4面高墙里。镖局的人刚走，找镖局做什么？沈策就来了。他看着桌上的名帖，蹙眉，寄些东西回娘家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再多问，转身就走。我咽下满嘴苦涩，继续收拾行囊。傍晚，我唤来太监，想在离开前让哥哥再陪我过一次生辰。消息刚传进宫就被驳回。娘娘说，明日朕要犒劳3军，生辰年年都有，今年就算了。我一遍遍劝自己，生辰而已，不办也罢。可隔天，圣旨却到了将军府，太监尖声宣读：柳如烟因战场有功，特封安宁公主，陛下亲赐生辰宴。柳如烟跪地接旨，抬头看见门口的柳如烟一身水红衣裙，面若桃花。沈策站在他身侧，眉眼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弹幕炸开：你亲哥宁愿给陌生人办生日都不理你，就是厌烦透了胳膊疼老公不爱你，就是个瘫痪欺负男主，看女主的眼神都拉丝了，好甜。我攥紧圣旨，指尖泛白，原来犒劳3军是假，厌弃我才是真。恭喜柳姨。沈念婉从院里走出来，对着柳如烟恭恭敬敬行了个礼，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。我推着轮椅回院子，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丫鬟们开始收拾东西。生辰宴不是我的，是柳如烟的，她要进宫了。沈策也跟着去送。整个将军府只剩我一个，不，还有墙角那副拐杖和我自己的影子。我低头看着毫无知觉的双腿，忽然笑了。也好，清静。我慢慢推着轮椅回房，把那枚小木雕攥在手心。哥哥不要我了，儿子不要我了，夫君也不要我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有自己。柳如烟入宫那日，我想进宫见哥哥最后一面道别，可马车刚到宫门口，陛下有令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指着自己，声音发颤，我是林婉，她的亲妹妹。侍卫面无表情，寸步不让。弹幕飘来，就公主算什么？现在宫里有新公主了，赶紧滚，别在这晦气。宫墙内丝竹悦耳，喜气洋洋。太监宫女捧着贺礼进进出出，看见我都绕道走。有人小声议论，就是那个腿废了还脾气大的，陛下早不待见他了。我低下头，默默推着轮椅离开，身后宫女砰的关上，像把我和过往彻底隔绝。想起烂死乱葬岗的结局，我浑身发抖，不能再留在这里了。回到将军府，我让丫鬟收拾细软，联系镖局。丫鬟问去哪儿，随便，能走多远走多远。午后，镖局马车停在侧门，我撑着拐杖独自上车，最后看了一眼将军府的匾额，放下车帘，走吧。马车陆路驶出巷口，再没回头。傍晚，沈策送完柳如烟回府，习惯性走向正院，却突然顿住，太安静了，没有摔东西的声音，没有怒骂声，连丫鬟都不见踪影。他快步推开房门，屋里空空荡荡，衣柜开着，他的衣物少了一半，轮椅和那副拐杖也不见了。林婉，无人应答，他冲出院子，抓住一个丫鬟。夫人上午就跟着镖局走了，说要出远门。沈策脑子里嗡的一声，镖局。他猛地想起那日桌上的名帖，他说要寄东西回娘家，可他娘家就在宫里，不过要接的距离，他当时怎么就没多问一句？来人，去查哪家镖局往哪个方向走了。话音未落，
一个探子连滚带爬冲进来，声音发抖：“夫人所在的那家镖局在城外30里遇上山匪，全员下落不明。现场只找到一辆被烧毁的马车和……”他不敢说了。沈策一把揪起他的衣领：“和什么？和夫人的拐杖。”沈策踉跄后退，撞翻了身后的花瓶，碎片四溅，他脸上血色褪尽，白得像纸。在他身后，刚赶来的儿子和皇帝听见了这话，也同样白了脸色。消息像一把刀，同时扎进3个人的胸口。沈念婉站在门口，他听见拐杖2个字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像有什么东西断了。8岁的孩子嘴唇哆嗦了一下，声音发颤：“母亲的拐杖，只找到了拐杖。”没有人回答他。探子低着头，不敢吭声。沈念婉忽然转身往外跑了出去，跑过回廊，跑过花园，跑到侧门，那里空空荡荡，只有2道车辙印延伸到巷口。他蹲下来，伸手摸了摸那2道印子，冰凉的，已经干了。母亲就是从这里走的。他想起自己最后一次见他说了什么，母亲的手金贵，不是做这种事的。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说？他只是想让他也疼一下。可他真的走了，他才知道疼的不是他，是他自己。沈念婉蹲在地上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，一颗一颗砸在车辙印里。他死死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声，因为他记得母亲说过，将军府的男儿流血不流泪。可他不知道，他才8岁，他只想让他抱抱他。同样僵住的人还有皇帝林宇，他站在将军府正院里，手里攥着那根找到的拐杖，木头上还有磨痕，是阿婉用了很久的。他想起他5岁那年追在他身后喊哥哥，跑得太快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骨。他没哭，反而仰着脸冲他笑：“哥哥你看，阿婉自己站起来了。”那时候他说阿婉真勇敢，以后什么都不怕。可现在呢，他瘫痪了，他脾气变差了，他需要有人拉他一把，而他亲手把他的手推开了，这让他改日再进宫。朕说政务繁忙，林宇的声音沙哑，像自己。招！把方圆100里都给朕翻过来！活要见人，那个狮子卡在喉咙里，怎么也说不出来。他闭上眼，脑海里全是最后一次见阿婉的场景。他坐在轮椅上，小心翼翼地问太监：“哥哥真的没时间见我吗？”太监说没有。他笑了笑，说那算了，然后自己推着轮椅转身。那个背影又瘦又小，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叶子，而他连看都没多看一眼。沈策站在院子里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深秋的风卷着枯黄的梧桐叶，打着旋儿落在他脚边，又被穿堂风卷走，像极了他抓不住的林婉。他的手指在发抖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里，尖锐的痛感刺破了麻木的神经，温热的血顺着指缝一滴一滴砸在青石板上，晕开一朵朵小小的血花。他却浑然不觉，眼睛死死盯着空荡荡的正院门口，仿佛下一秒那个坐着轮椅的身影就会从里面转出来，皱着眉骂他怎么回来这么晚。可门口只有风吹过的声音，还有丫鬟们压抑的啜泣声。他想起昨晚打雷，他去看了他。那夜的人声格外碎，一道惨白的闪电划破夜空，照亮了整个将军府。他当时正坐在柳如烟的房里，听他轻声细语地讲战场上的趣事，手里端着的茶杯却猛地一晃，热茶洒了满手。他几乎是本能地站起身，不顾柳如烟错愕的眼神，大步朝着正院跑去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他看见他亲自的脚，那妹子紧紧怼着自己，肩膀微微发抖。听见开门声，他猛地抬起头，看见是他。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睛里倏地亮了一下，就那么一下，像濒死的星火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燃了一下，随即又归于死寂。他走到床边坐下，伸手把他揽进怀里。他的身体很凉，像一块冰，隔着薄薄的衣料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他骨头的轮廓。这3年，他瘦了太多。以前抱着他的时候，他软软的，像一团棉花，现在却硌得他胸口生疼。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又快又稳，在这雷鸣电闪的夜里，显得格外清晰。他能闻到他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，和8年前一模一样。那时候他也是这样怕打雷，每次打雷都会钻到他怀里，用小拳头捶着他的胸口，说：“沈策，你怎么才来？”他贪恋地深吸一口气，想就这样抱着他直到天亮。可还没等他开口，怀里的人轻轻动了一下，他猛地回过神，想起柳如烟还在等他，想起他一个人在京城无依无靠，想起他在战场上3次救了他的命。于是他松开了手：“你没事就好，柳如烟那里还需要我先过去看看。”他看见他眼里的光灭了，像被风吹灭的蜡烛，连一点余温都没留下。他低下头，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睛，他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看见一滴眼泪砸在他的手背上，冰凉刺骨。他看见了，但他还是走了。他甚至不敢回头，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脚步，因为他觉得他不会离开。他腿不好，脾气又差，离了他能去哪？他从小锦衣玉食，连碗都不会洗，离了将军府，他连饭都吃不上。他只是在闹脾气，等他哄一哄就好了。以前他也闹过脾气，只要他抱着他说几句软话，他就会破涕为笑。可他忘了，他曾经也是个骄傲的人，
坠马之前，她是京城最耀眼的长乐公主，骑马比她还快，射箭比她还准。15岁那年，皇家围猎，她一箭射穿了2只飞奔的野兔，连先帝都拍手叫好，说吴家有女出长thành，不输马。那时候的她站在阳光下，一身红衣，笑靥如花，是整个京城所有少年郎的梦。她只是被困住了，困在那张冰冷的轮椅里，困在这座金碧辉煌却冰冷刺骨的将军府里，困在他日渐冷淡的眼神里。而他是那个亲手把他推出去的人，是他一点点磨掉了他的骄傲，碾碎了他的爱意，最后把他逼上了绝路。将军还追吗？探子小心翼翼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带着一丝颤抖。他跪在地上，头埋得很低，不敢看沈策的眼睛。整个院子里静得可怕，连风吹树叶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。沈策缓缓抬起头，眼眶通红，里面布满了红血丝，像一头受伤的野兽。他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挤出一个字：追。他的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，像从喉咙里硬生生挤出来的，带着血的腥味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最后2个字说出口，他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，踉跄着后退了一步，差点摔倒。旁边的副将连忙伸手扶住他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他扶着旁边的梧桐树，弯下腰，剧烈的咳嗽起来，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，溅在枯黄的树叶上，红得刺眼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真的死了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他会抱着他的尸体走进那片火海，和他一起死。弹幕飘了出来：卧槽，沈策吐血了，这是真的后悔了吧？早干嘛去了？当初打连夜非要走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等等，女配真的死了？不可能吧？他才刚觉醒啊！不会吧，不会吧？我还想看追妻火葬场呢，这要是死了还怎么追？楼上想多了，男主他们只是愧疚而已，又不是真的爱他。要是真的爱，怎么会让他受3年的委屈？可是儿子哭得好可怜啊，我有点心疼了。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他落到今天这个下场都是自己做的。话不能这么说吧，他瘫痪了，换谁瘫痪了脾气能好？沈策要是多关心他一点，他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弹幕吵成一团，有人骂林婉活该，有人骂沈策渣男，有人心疼沈念婉，却没有人注意到城外30里的山路上，烧毁的马车旁边，那根孤零零的拐杖旁边少了一样东西，他的轮椅。烧焦的马车残骸散落在地上，黑色的木炭混着泥土，散发着刺鼻的烟味。几根断裂的车轴歪歪扭扭地插在地里，上面还挂着几片破碎的粉色布料，那是柳如烟送给他的，他一次都没穿过。探子们举着火把，在废墟里仔细地搜查着，每一寸土地都不放过。将军，这里有车轮印！一个探子突然大喊一声，沈策猛地抬起头，跌跌撞撞地跑了过去。地上2道清晰的轮椅折印从马车旁边延伸出去，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岔路。岔路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叶，折印被落叶盖住了大半，若不仔细看，根本发现不了。沈策蹲下身，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那道折印，泥土还是湿的，带着清晨的露水，是新的，是他留下的。他的手指微微发抖，心里涌起一丝希望，他没死，他还活着。他坐着轮椅往南边去了，快，顺着这条岔路追！沈策猛地站起身，大声喊道：所有人都给我去追，就算把整个南边翻过来，也要把夫人夺找回来！探子们应声而去，火把的光芒在山林里晃动，像一条条游动的火龙。沈策站在原地，看着那道延伸向远方的折印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阿婉，你等着我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我会用1辈子来弥补你。3天后，搜索的人陆续回府，没有找到尸体，没有找到人，林婉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消失得干干净净。这3天，沈策没有合过眼，他亲自带队，沿着那条岔路，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找，挨家挨户的打听。他拿着林婉的画像，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子。他的嗓子喊哑了，脚磨出了血泡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眼窝深陷，胡子拉碴，看起来像个疯子。可每一次得到的答案都是没见过，没有人见过一个坐着轮椅的年轻女子。她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，再也找不到踪迹。沈策回到将军府，径直走进了林婉的房间，房间里还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，衣柜开着，他的衣物少了一半，都是些最朴素的粗布衣裳，那些华丽的绫罗绸缎，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，他一样都没带走。梳妆台上，他没用完的胭脂还放在那里，旁边放着一把断了齿的木梳，是他当年送给他的定情信物。他走到床边坐下，伸手抚摸着冰冷的床单，床单上仿佛还残留着他的温度。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小小的木盒，打开木盒，里面放着一枚木雕兔子，兔子已经被磨得光滑发亮，底部刻着2个字：阿婉，是林雨的笔记，5岁那年刻的。沈策把木雕贴在胸口，闭上眼睛，无数的回忆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。8年前，他第一次见到林婉，那是在皇家的赏花宴上，他穿着一身石榴红的围裙，正在追一只蝴蝶，他跑得太快，不小心撞到了他怀里，蝴蝶飞走了。他抬起头，气鼓鼓地看着他，说：你陪我的蝴蝶。阳光洒在他脸上，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盛满了星星。那一刻，他
他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，他想，就是他了，这辈子非他不娶。后来他策马跑遍了大街小巷，告诉京城所有人，他此生只会娶林婉一个女人。他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不顾身份的差距，3媒6聘8抬大轿把他娶回了家。新婚之夜，他掀开他的盖头，看着他娇羞的脸庞，愿与你共赴说：“白头。阿婉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”他笑着抱住他，说：“沈策，我相信你。”那时候的日子真甜啊！他会在冬天的时候把他的手揣进自己的怀里暖着，会在夏天的时候亲自给他剥葡萄吃，会在他生气的时候扮鬼脸逗他笑，会在他想骑马的时候牵着马陪他走一遍又一遍的马场。他还记得，他怕冷，有一年冬天，京城下了100年不遇的大雪，他冻得手脚冰凉，整夜都睡不着。他心疼的不行，第2天就亲自带兵去了边疆，抢下了边疆最纯白的兽毛，千里加急送回来，给他做了一件狐裘大衣。那件狐裘他宝贝的不得了，只有在最冷的时候才舍得穿。可现在那件狐裘还挂在衣柜里，落满了灰尘。他想起坠马那天，他骑着他最喜欢的踏雪在马场里飞奔，他站在旁边看着他，笑着说：“阿婉，慢一点。”他回头冲他笑，说：“沈策，你看我骑得好不好？”话音刚落，踏雪突然受惊，人力而起，把他狠狠地摔了下来。他冲过去，抱着浑身是血的他，疯了一样往府里跑。他一遍遍地喊着他的名字，说：“阿婉，你别吓我。”他躺在他怀里，虚弱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沈策，我没事。”可他怎么会没事呢？太医说他的脊椎断了，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从那天起，一切都变了。那个明媚张扬的林婉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歇斯底里、易怒暴躁的女人。他一开始是心疼的，他告诉自己没关系，就算他站不起来了，他也会照顾他一辈子。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的脾气越来越差，他会摔碎所有能摔的东西，会骂所有靠近他的人。他开始不耐烦了，他开始躲着他，以军务为借口，整夜不回家。他觉得他不可理喻，觉得他变了，变得陌生又可怕。他忘了，他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他，是他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，是他没有耐心陪他走过那段最黑暗的日子。父亲一个稚嫩的声音在门口响起。沈策睁开眼睛，看见沈念婉站在门口，小小的身影，背挺得笔直。他没有进来，就那样站在门口看着沈策，沉默了很久。他哑着嗓子问了一句：“父亲，母亲她还会回来吗？”沈策看着儿子，看着他和林婉一模一样的眼睛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。他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因为他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，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弥补他。窗外风吹过空荡荡的院子，梧桐叶一片片落下，那把轮椅的折印早已被尘土掩白，就像他和他的过去再也回不去了。林婉消失后的第7日，有人在城外的一条小河边找到了他染血的衣物，那是一件月白色的中衣，是他最喜欢的一件，上面沾着大片的血迹，已经变成了暗红色。消息传回京城，所有人都说林婉死了，肯定是被山匪杀了，扔到河里了。一个瘫痪的女人遇上山匪，怎么可能活下来？可怜啊，堂堂长公主，最后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。朝臣们纷纷上折子，说公主以身殉国，请陛下节哀。内务府已经开始筹备丧仪，连谥号都拟好了，约贞烈。整个京城都沉浸在一片悲伤的气氛里，只有3个人不肯相信林婉死了：沈策、沈念婉还有林雨。柳如烟第一个来到将军府，她穿了一身素白色的衣裙，头上戴着白色的珠花，眼眶微红，看起来比任何人都伤心。她手里拿着一方手帕，时不时地擦一下眼角，脚步轻飘飘的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。将军节哀。她走到沈策面前，轻轻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很软很凉，带着淡淡的药香。林姐姐她在天有灵，也不希望看你这样。她的声音温柔的像水，带着一丝哽咽，你一定要节哀。心都碎了。沈策低头看着那只搭在自己手上的手，白皙纤细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。他想起林婉的手，以前他的手也是这样的，白皙柔软，像棉花一样。可自从开化后，他的手变得粗糙，布满了细小的伤痕。那是他一次次尝试自己站起来，摔倒后留下的。他慢慢抽回了手，他没死。他的声音很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柳如烟一怔，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错愕和阴狠，随即又被悲伤掩盖。可是探子说，他们找到了林姐姐的衣物，上面全是血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。将军，我知道你难过，可你也要接受现实啊。林姐姐她已经走了，探子没找到尸体，她只是不想被找到。沈策抬起头看向柳如烟，他的目光冷得像淬了冰，直直地射进柳如烟的眼睛里。柳如烟被那眼神看得一滞，话卡在喉咙里，再也说不出来。将军，我知道你难过，可林姐姐腿脚不便，一个人在外怎么活得下去？与其抱着渺茫的希望，不如什么？沈策打断他，猛地站起身，他比柳如烟高出一个头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。不如当他死了，好给某些人腾位置。柳如烟的脸色唰的一下白了，她踉跄着后退了一步，
难以置信地看着沈策。将军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对林姐姐的心意，天地可见啊。柳如烟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我感激你。沈策的声音依旧冰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但林婉是我的妻，是我明媒正娶的镇北将军夫人，只要一天没找到她的尸骨，她就还活着。这个将军府永远只有她一个女主人，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位置。说完，他不再看柳如烟一眼，转身走了。柳如烟站在原地，脸色惨白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里。她看着沈策的背影，眼里充满了怨毒。林婉，你这个贱人，你都已经走了，为什么还要阴魂不散？我到底哪里不如你？弹幕飘了出来，卧槽，男主这话好狠。女主脸都绿了，爽。早就看柳如烟不顺眼了，装什么装？可是之前他对女配不是很冷淡吗？怎么现在又深情了？失去才懂得珍惜呗。晚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但我觉得女配大概率真的死了。一个瘫痪的女人怎么在外面活？不一定啊，你忘了轮椅折印了吗？她肯定还活着。柳如烟走后，沈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正院里，秋风萧瑟，吹起他的衣袍，他手里还攥着那枚木雕兔子，指腹一遍遍抹撒着阿婉2个字，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他的温度。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沈念婉跑了进来，脸上还有没擦干净的泪痕，他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油纸包，油纸包已经皱巴巴的，上面还沾着泥土。父亲，我也要去找母亲。他跑到沈策面前，仰着头看着他，8岁的孩子，眼神里充满了坚定。沈策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沈念婉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他跪得笔直，小小的身板像一棵挺拔的小松树。求父亲带我去找母亲，我要亲口跟她说。沈念婉举着发霉的桂花糕，眼泪大颗砸落。我想跟母亲说，那些话不是真心的，我不恨她，我想让她抱抱我，这是她最后一次给我做的桂花糕，我一直留着等她回来。沈策将儿子紧紧搂进怀里，沈念婉终于放声大哭。沈策的眼泪无声滑落，在心里一遍遍道歉，对不起阿婉，对不起念儿，是我毁了一切。与此同时，皇宫御书房内，林雨看着堆积如山的丧仪奏折，一份接一份撕得粉碎。他红着眼怒吼：传朕旨意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找不到阿婉，朕不配做这个皇帝。太监总管跪地苦劝江山社稷为重。林雨望着宫墙外的天空，满眼悔恨，连妹妹都保护不了，要这江山何用？他想起小时候，暮春的御花园里，海棠开得如云似雪。7岁的阿婉穿着粉色的襦裙，像只小猴子一样爬到了最高的海棠树上，抱着树枝下的浑身发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不敢哭出声。12岁的他站在树下，张开双臂，阳光透过花瓣落在他脸上，他笑着喊：阿婉，跳下来，哥哥永远接着你。他犹豫了很久，终于闭着眼睛扑了下来。他稳稳地接住了他，怀里的小姑娘软乎乎的，带着淡淡的海棠花香，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，抽噎着说：哥哥，我以后再也不爬树了。他还记得阿婉5岁生日那天，下着鹅毛大雪，他躲在偏殿里，就着一盏油灯刻那只木雕兔子，刻刀很锋利，一不小心就划破了手指，血珠滴在木头上，晕开一朵小小的红梅。他咬着牙刻了整整1夜，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，才终于刻出了一只圆滚滚的兔子。第二天，他把木雕递给阿婉，他开心的眼睛都亮了，抱着他的脖子，在他脸上重重亲了一口，奶声奶气地说：哥哥最好了。那枚木雕他一直带在身边，就连坠马那天也紧紧攥在手里。可自从登基，他被无尽的奏折和朝堂争斗淹没。阿婉瘫痪后，第一次歇斯底里地摔碎了他送的玉瓶，他皱着眉说了句不可理喻，转身就走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去看他的次数越来越少。他听太监说他又打了丫鬟，又摔了东西，心里只有厌烦。他觉得他丢了皇家的脸面，觉得他变成了一个只会撒泼的疯女人。直到现在，看着空荡荡的御书房，他才明白，他所有的歇斯底里不过是想抓住最后一点爱。他不是不可理喻，他只是太害怕了，害怕被全世界抛弃，而他作为他唯一的哥哥，却亲手把他推下了深渊。阿婉，哥哥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林雨趴在窗台上，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，眼泪无声地砸在明黄色的龙袍上，晕开一片片深色的水渍。哥哥再也不逼你了，哥哥会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你，哥哥会永远陪着你。可你连认错的机会都不肯给我吗？3日后早朝，金銮殿上庄严肃穆，丞相颤巍巍地捧着奏折，带着10几个须发皆白的老臣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陛下，长公主殿下失踪已逾10日，遍寻无果，定是已遭不测，请陛下早日为殿下举办丧仪，以安民心。另一位老臣紧接着开口：陛下，沈家3代单传，镇北将军为国征战多年，不能无后啊，请陛下下旨，让镇北将军续弦，延续沈家香火，请陛下三思，请陛下三思。老臣们齐声叩首，声音在大殿里回荡，震得琉璃瓦都仿佛在颤抖。林雨坐在龙椅上，脸色冰冷如霜，猛地一拍龙案：朕说了，长公主没死，谁敢再提办丧仪续弦之事，以抗旨论处。陛下，丞相抬起头，老泪纵横，您不能感情用事啊，江山社稷为重。就在这时，站在武将之首的沈策往前迈了一步，他穿着一身玄色朝服，身姿依旧挺拔，
只是眼底的乌青藏不住满身的疲惫。他对着龙椅行了一礼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：多谢各位大人关心，但我沈策的妻子只有林婉一个，只要她一日不回来，我便一日不续弦；若她真的不在了，我便为她守一辈子。满朝哗然，丞相急得直跺脚：沈将军，你怎么能这么糊涂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啊！沈策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眼神里的寒意让丞相瞬间闭了嘴。我沈策的家事就不劳丞相费心了。林宇看着站在下面的沈策，心里百感交集。这是他们兄弟俩第一次在这件事上站在了同一边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甩了甩袖子，退朝。下朝后，沈策没有回将军府，翻身上马，直奔城南镖局。马蹄踏在青石板路上，溅起一片片水花。他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，脑子里全是林婉的样子，他笑的样子，哭的样子，生气的样子，还有最后离开时那个决绝的背影。审讯室里阴暗潮湿，镖师蜷缩在角落里，看见沈策进来，吓得浑身发抖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头：将军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。沈策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他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，像一头濒临崩溃的野兽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他往南哪里去了？有没有留下什么话？小的真不知道啊。镖师哭着说：夫人给了我们500两银子，让我们在城外30里烧了马车，把他的拐杖扔在现场，制造被山匪杀害的假象，然后他自己撑着轮椅往南边的小路走了，只说越远越好，再也不要有人找到我。沈策的手猛地收紧，镖师被掐得喘不过气，脸涨得通红。他走的时候是什么表情？夫人，夫人在笑。镖师艰难地说，笑得很平静，很释然，就像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。他还说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认识林婉了。那个长乐公主已经死在那场大火里了。哐当一声，沈策松开手，镖师重重地摔在地上。他踉跄着后退一步，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攥紧的拳头指甲深深嵌进肉里，鲜血顺着指缝流了下来。原来他不是寻死，他是真的彻底的不要他们了。她不要她的丈夫，不要她的儿子，不要她的哥哥，不要高高在上的公主身份，不要将军府的一切荣华富贵。她宁愿做一个无名无姓的普通人，在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孤独终老，也不愿意再回到他们身边。弹幕飘了出来，妈呀，笑着离开才是真的心死啊，哀莫大于心死。男主现在知道疼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可是他一个瘫痪的人，身无分文，能在外面活下去吗？放心吧，女主很聪明的，她肯定能活下去的。京城往南800里，清溪镇，这里依山傍水，青石板路蜿蜒曲折，白墙黑瓦的房子错落有致。清晨的薄雾笼罩着小镇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带着淡淡的烟火气。林婉敲了8家的门，都被拒绝了。他们看着他的腿，眼神里有同情，但更多的是嫌弃和戒备。没有人愿意雇一个瘸子，怕他干不了活，还白吃白住。太阳渐渐升到头顶，林婉靠在一棵老槐树下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他摸了摸怀里仅有的几两碎银子，那是他从将军府带出来的全部家当。林婉敲了8家的门，都被拒绝。正绝望时，第9家的门开了。王婆婆打量着他，没问来历，只问会不会磨豆子。得知他不会后，还是收留他帮忙算账，让他住后院空房。林婉难以置信地问他不嫌弃自己腿瘸。王婆婆嗤笑一声，说起自己年轻时被辜负，瘸腿后反而重获自由的过往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，活着就行，活着什么都能重来。林婉红着眼用力点头，这是他离开京城后第一次哭，为这份陌生的温暖。接下来的日子平静又充实，林婉跟着王婆婆学算账，做豆腐，从笨手笨脚到熟练自如。镇上的人淳朴善良，没人追问他的过去。张阿婆送咸菜，李木匠修轮椅，孩子们围着他喊完姐姐。夜里躺在硬木板床上，看着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，林婉笑了，没有锦衣玉食，却也没有冷脸和孤独。他终于做回了靠自己吃饭的普通人。弹幕满是庆幸，最后却飘来预警，男主已经查到南边了。3天后傍晚，王婆婆端着豆浆进来，神色凝重地告诉林婉，官兵正在挨家搜查从京城来的瘸腿姑娘。林婉平静承认自己就是他们要找的人。王婆婆当即让她躲进后院地窖，承诺绝不会出卖她。弹幕瞬间炸开，都劝林婉快跑，又心疼她无处可去。林婉却异常平静，她知道自己跑不掉，若真被找到，也只会选择沉默。次日官兵搜查，王婆婆将林婉藏进阴冷的地窖。听着外面的动静，林婉没有丝毫慌乱，只觉得释然。搜查结束后，他才得知带队的是沈策的副将，沈策本人并未前来。林婉心里了然，只当他是为了名声尽份责任。弹幕有人吐槽沈策不够真心，也有人提醒他必定会亲自赶来。林婉低头继续磨豆子，他早已能靠自己养活自己，再也不想探究沈策的心意。3天后的清晨，林婉正在院子里晒豆腐，就在这时，一阵车轮碾过青石板的声音传来，一辆不起眼的青铜马车停在了豆腐房门口，车帘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掀开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下来。林婉透过窗户看见了那张脸，手里的竹筛啪的一声摔在地上，豆腐块散落了一地，滚得到处都是。是沈策，他瘦了很多，
眼下乌青一片，胡茬也没刮干净，显得憔悴不堪。一身玄色长袍沾满了尘土，袖口和裤脚都磨破了，靴子上还沾着厚厚的泥，一看就是赶了很久的路。他站在豆腐房破旧的木门前，和这个宁静的小镇格格不入，像一个从遥远的过去走来的幽灵，像一幅画贴错了地方。老妇人迎了上去：“这位公子，买豆腐。”沈策没说话，他的目光越过老妇人的肩膀，直直地看向院子深处，看向我所在的方向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沙哑的像砂纸磨过木头：“林婉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出来。”我靠在墙上，手指紧紧攥着拐杖，指节泛白，心跳快得像擂鼓，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了，我以为我再也不会为他心动了。可当我再次看到他的那一刻，心里还是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弹幕疯了，男主来了，终于来了，不要出去，女配千万别出去。他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啊？当初不是他无视女配，逼得他心死离家吗？可是他的声音好哑，感觉也是真的痛苦。要不女配你就原谅他，跟他回去吧。原谅个屁，破镜不能重圆，回去了也回不到以前了。我咬着唇没有动。沈策站在门外沉默了很久，阳光洒在他身上，拉出长长的影子。然后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能想到的事，他跪了下来。将军沈策，战功赫赫，从不低头的人，那个在战场上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曾皱一下眉头的战神，此刻跪在了一家破旧的豆腐房门口，跪在了清溪镇的青石板路上。沈策跪下来的那一刻，整条街都安静了，正在街上买菜的百姓都围了过来，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这是谁呀？跪在这儿了？听说是个大官，找那个瘸腿姑娘的。副将吓得脸色惨白，连忙去扶跪在青石板上的沈策。将军，快起来，成何体统？沈策纹丝不动，声音沙哑带哭腔：“林婉，你不出来，我就不走。”里屋的林婉攥紧拐杖，指节泛白，终究还是掉了泪。弹幕瞬间炸开，有人震撼这追妻场面，有人劝他千万别心软，也有人叹伤害已成无法弥补。王婆婆问清缘由，叹了口气，问他打算。林婉沉默许久，撑着拐杖一步步挪到门口，拉开了门。四目相对，沈策僵在原地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翻起水光，颤着声喊出只有成亲初期才叫的昵称：“阿婉。”起来吧，别让全镇人看笑话。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柳如烟已经被我赶出京城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弹幕一片哗然，都在说晚了。林婉看着他眼里的愧疚与祈求，却再也没有半分心动。他平静地说：“沈策，你回去吧，我累了，不想再见到你。这些年我打儿子发脾气是不对，可你呢？你从塞外带回柳如烟的时候，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打雷那晚你来看我，转头去陪他，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哥哥给柳如烟半生沉宴的时候，你站在他身边，想过我的感受吗？你总说我编了，说我不可理喻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瘫痪了，我站不起来了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，我害怕，我绝望，我需要有人陪我，有人爱我。可你呢？你只会躲着我，只会觉得我麻烦。我曾经以为你会是我的全世界，我以为你会像你说的那样一辈子对我好，可我错，你的爱太脆弱了，经不起一点考验。沈策跪在地上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我知道错了，阿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会用一辈子来弥补你。我会把所有的爱都给你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不恨你了，沈策。我重复了一遍，可我也不爱你了。你走吧。我转身撑着拐杖，一步一步往回走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可我没有回头，绝对不能回头。阿婉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你了。我没有回头，门在身后缓缓关上，砰的一声，把他和过去都关在了门外。弹幕沉默了整整3秒，然后铺天盖地的涌出来：“女配好绝，说不爱就不爱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清醒啊！太帅了，男主活该，早干嘛去了？”呜呜，虽然有点虐男主，但我支持女配，独立女性觉醒，不要男人也能活得好好的。门外，沈策跪了很久很久，久到天黑了，久到月亮升起来，久到围观的百姓都散了。副将小声劝他：“将军，夫人她不会出来了，我们先回去吧，以后再来。”沈策慢慢站起来，他的膝盖已经没知觉了，踉跄了一下。那我就在这儿等，等1天，等1年，等一辈子，直到他愿意再爱我一次。弹幕飘过最后一行字：可惜啊，女配已经去了南方更远的地方，连夜走的。老妇人帮他雇了马车，往南，一直往南。这一次是真的再也找不到了。3个月后，南方
一个叫云水镇的地方。我在河边洗衣服。姐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姐姐的腿睡着了，还没醒。小女孩歪着头。那她什么时候醒呀？也许明天，也许永远不醒了，但没关系。我把洗好的衣服放进木盆里，撑着拐杖站起来，开心就好。身后炊烟袅袅升起，日子还长。